水军下去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九四的频道。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 A4B 大师场目前的环境对策牌组，有打过6连胜的好成绩，并且站上1600分，其中就有3场是对战水军。要玩的就是卡普明明加杰拉奥拉和花舞鸟的牌组。而为什么说是环境对策牌组呢？原因是因为牌组的构筑使用的通通是旧卡牌，并且这套牌组在之前的版本表现都平平无奇，但现在使用却能大放异彩。除了水军牌组变多，斗系牌组减少也是原因之一。让我们来看几场实战影片。这套牌组如果杰拉奥拉先攻先上战斗区，对战区不管是呱呱炮蛙或水军，对手的压力都会很大。加上落鼠可以直接秒掉炮蛙，也可以打掉水军的半条血量。如果炮蛙带了斗篷，也可以使用板木直接带走。极端情况下，2张板木也可以昏厥带有斗篷的水军。不过几乎不会这样做，通常水军的牌组会有1张或2张的猪背，所以这不是我带2张板木的主要原因，而是卡普明明也非常适用。第一个用处是明明的90点伤害加弱点克制，再加上板木，刚好可以昏厥120点血量的人蛙。这场主要演示快攻很强，然后弱点克制加板木，可以更有效的昏厥对手的宝可梦，这样水军的攻击力就提不上来了。因为水军的攻击力是随着双方备战区宝可梦的总数量而改变，备战区的宝可梦依照战况再慢慢放上去就好。这边我上明明就是想让他先攻击了。对手的能量给后面，但是他不一定会放叶子，所以前面的水军可能白给。好，我的明明要上去集能量了。这边补充一下，板木适用明明的第2点，如果他的水军先被我的明明打40点伤害，下回合他没有补血而带上斗篷的话，我也可以配合板木昏厥他。有点危险，对手的人蛙来得很快。OK， 前面的水军没有作为，直接收掉。这样他另外1张的水军攻击力也降低了。渔网好特别哦。这个火星我先开了，等等赌次日，然后希望洗掉他的猪背。我靠，怎么还有16张？完蛋了！如果我次日不来，我也不会怪他啦。真的太多张了。次日不来的话，小护士来，我也还有机会。
哇，好兄弟！不愧是我的好兄弟，感动，好爽！聊一下为什么放2张次日，因为我觉得我先攻击到他的机会还蛮高的。如果对手没有补血手段或是斗篷，通常我打第2下就可以昏厥带走了。除了获得分数给对手压力之外，同时也降低了水军的攻击力。这场我拿水军没辙，所以先不放备战区的宝可梦。对面的阵仗也太恐怖了吧！只能靠你了，杰拉奥拉。还行啦，虽然被古芝麻，但是冷蛙还没有进化。我率先拿到这一分，蛮重要的。这边就稍微体现水军没有在战斗区的缺点，冷蛙就比较容易卡进化。哎呀，我的次日！不过玩这套牌组的话，比较希望他在前面。棒棒，好棒！来得太好了。火力全开！哇塞，他的人物还是没来。好，赢了，感谢对手。最后聊一下要不要抽新卡包，我自己觉得是都不用抽啦。如果想抽的话，建议抽到2张水军就可以停了，顶多再抽个水宝宝就好了。这次的新卡牌，我除了水军没有，其他都集齐了。感觉强度都还好，所以建议把资源留给下个大版本 Mega 进化。感谢各位收看，希望能点个赞，让我有更新的动力。